也不能倒第3杯了。再喝，你爸晚上睡不睡了啊？睡了，继续喝。都说这咖啡好喝，我怎么就喝不惯呢？哭了吧唧的还碰杯，这么香的茶我放着喝，我干嘛非着喝？行了，再说了，不能因为他喜欢喝咖啡，你就回来折腾爸。你说，你要真气不过，我派人断他一条腿。你干嘛呀？他劈腿，你也劈腿啊？人家是不想跟我谈恋爱，不至于要他命吧？你喝呀，养鱼呢，快点！啊，你说，文文，爸怎么做才能让你彻底放下？你说。他说他不想跟我谈恋爱，是因为我每天抱着个茶壶像个老干部似的，说我土。我给他送饭送水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我土呢？对呀。别难过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就是当爸的打小把你包裹的太严实了，咱们文文太单纯了，根本看不透这些男孩的贼心眼儿。我告诉你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把她当个屁放了，这才是我闺女。哎，你瞎说，你快点真的喝了。哎，好，老板您找我来的正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闺女马文文。你好，江浩，公司的青年骨干。哦，对了，也是从滨江来的，财经学院毕业的。对，我是滨江财经学院97届毕业的。陪文文喝点咖啡。什么陪文文？你陪我喝咖啡？爸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，开完了，我一准回来陪你。不许走！放着，回来我接着喝啊。不行。那个，不是你找借口溜是不是？爸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忙完事那个老头子回来。烘焙的有点过头，味道有些焦了。不过这种苦味儿我还蛮喜欢的。你还挺懂咖啡呗？他都走了，你还喝啥呀？这是我答应马总的。我又不是你老板，你表现的再好，我也不会给你升职加薪的。我表现的好不是为了升职加薪。你觉得我土吗？我不太懂什么是土，什么是洋气。那你觉得我拿茶杯喝咖啡土吗？土不土，只会来自于别人的评价和态度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土。我只能说，那个说你土的人，欣赏不了你的美。再说，喝咖啡也不一定洋气。你是财院的，嗯，你应该谈过不少女朋友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你这么会说话，长得也还凑合，怎么会没有交过女朋友？你的父亲对我有恩，我答应过他要涌泉相报。但就目前来说，我一无所有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。我只能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工作，谈恋爱，对我来说有些奢侈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喝了。
不马上就喝完了？这是他欠我的，他要喝。走吧，干嘛去？喝咖啡伤胃，我要对我们家员工负责，我带你去吃饭。走啊。嗯。陈峰，冷静。干嘛呀？峰哥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吃饭？咱俩尿都尿不到一个壶里面，就别往一桌凑了啊！峰哥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至少现在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韩哥说的对呀，峰哥，我们现在最重要是找老任。你好歹也是高材生队伍里的编外成员，咱怎么着得学着能屈能伸，对吧？李二雷，我就烦你这点啊，整天高材生低材生的，我跟你一样大专，凭什么是编外人员？你说高材生这聚会你不参加，你不就是编外人员吗？再说，咱们无论从颜值跟学识上，那都是警局里的最强组合呀，哥，对吧？过气的破烟，谁抽？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去我们家啊，哥！目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师傅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他的道理就是把我们所有人蒙在鼓里，把自己从一名警察变成嫌疑人吗？如果说我们提前知道哪怕一点点消息，王伟明是不是就不会死？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吃鱼，来，峰哥，我爸祖传绝活，坐，来，韩哥，尝一口，坐，这我爸绝活，来碗都吃不着，快，韩哥，你吃个鱼尾啊，哥，你来鱼头，合适，吃吧。从我上高中，跟华叔住对门开始，到后来入行拜师学手艺，他就一直爱这口，红烧鲫鱼。鱼没有变，但是那个吃鱼的人是暂时缺席，还是换了口味？陈哥，到今天为止你还那么笃定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了解他，他要是想吃山珍海味，真的是太容易了。他从来没变过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我始终坚信，如果事情的真相非常残酷，那掩饰只能会让事件本身雪上加霜。我也希望他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暂时缺席，但是如果我们想证明这一点，需要我们共同努力。
按照老任现在的行为，从法律上来说呢，老板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饭里边不干净，有头发看不出来啊？不可能偷。什么不可能？看看，这是不是人吃的吗？这个。行，我们给你重新炒一份吧。谁让你重新做了啊？赔钱！你去干什么啊？有谁啊？认识吗？警察来的正好，哎，我要投诉这家卫生不合格，差点没把我们吃死。说吧，怎么着吧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打人呀你！妈，什么情况？他说那个菜里面有头发，我这不说给他重新做一份。我都在那儿，哪有还有头发？再说那个头发还是黄色的，重新炒一份，他们不愿意。谁知道你有没有传染病啊？哥几个吃了剩，重新炒有个屁用啊！啊，我们要去医院洗胃，是不是？是。赔钱赶紧的，不这么废话，赔钱！碰瓷儿是吧？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推搡、寻衅滋事、索要钱财，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；情节严重者，你有病啊！啊，你眼珠子是装摄像头的是吗？我们几个碰什么瓷儿啊？啊，他你爹，是吧？这么帮着人说话，我们才是受害者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叫什么呀？啊，信不信我投诉你啊？赶紧的，不这么废话，平钱！来，吵什么东西啊？有理不在身高。我看头发在哪儿呢？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大一根看不着啊！呦，还真是个头发。那警察眼神也不行。干嘛？你看什么看啊你啊？警察打人啊！警察打人！我这那个头，起点，是你的头发吗？是，确定了啊？确定。哎呦，大哥，轻点，大哥，快轻点，不务正业，啊！今儿给你们个机会，不拘你们，赶紧滚！要是不滚怎么着吧？西城来的是不是？你别动手啊！跟谁混的？老八、二愣子、胖佛，还有谁啊？知道谁送进去了吗？知道，华叔。知道你还在这闹事儿是不是？等，是不是想进去陪他们？不想，滚！不务正业，回去好好学习，把头发给我染了。滚！把单买了。是没事啊，一群小混子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去忙吧。哎，行了，没事。那个没事啊，吃饭啊。我师傅说过，阳泉是个小地方，往上15代都是亲戚，在这里啊，让好人过上安稳的日子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最大的职责，就是把无法挽救的人给送进去，把刚才那些还有机会的小青年给拉回来。你说说看，韩正飞有什么问题啊？他在查案，只不过他查的人是你的师傅任中华而已。你跟老任的感情好，我知道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和老任认识的时间比你还长，前后脚进得进去，睡上下铺，光屁股的关系，对吗？可是你能要求韩正飞像咱俩一样，对老任无条件的理解和信任吗？能吗？没有道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
你必须要端正对韩正飞的态度。韩正飞有能力，这个我承认。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。什么样子啊？那是一个警察应该有的样子。喂，你要想找到顾小刀，别惊动别人，听过的赶紧过来，一龙纹身店。陈峰啊，你首先是一个警察，其次才是老任的徒弟，懂吗？喂，老人在一龙纹身店。嗯，我在去的路上。哎，你给我盯死他，注意安全，我们马上就到啊。给我走！别跑！警察，不管你是谁，跑不掉的。别跑！还跑吗？再跑，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了。枪端的挺稳的呀，你要是再早点逃，就抓住顾小刀了。你怎么知道顾小刀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也是猜测，他订的东西早就到了医院，但是他始终都没有行动，这不合理。所以我突然明白，医院就是这迷惑警方的一个地方。真正拿货的地方是翼龙纹身馆，而这个纹身馆的老板每周二都不提前休息。他知道这一切，而今天正是货到之后的第一个里边。你知道怎么不早说？那王永明呢？监控拍到你是唯一的嫌疑人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法解释，我只能说我自己太倒霉了。嗯
想跑？华叔，告诉你啊，长本事了你！以前是聚众赌博，现在敢袭警畏罪潜逃了。华叔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当没看见我行不行？我不想坐牢，我好不容易，跟我走。岐山矿难怎么回事？想清楚了你啊！现在外边都是警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华叔，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要不是有人指使我，我怎么敢炸矿啊我是真没想到会出这么大事。谁指使的你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，王明飞，怎么了你？王明飞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爱信不信？我是信你的，但是台局给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你带回去。等你回去了，你再跟他解释。韩正飞，别在我身上耽误时间，行吗？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把你带回去。我会回去的，但是我先抓到顾小刀，我带着马文我一块儿回去。那你干嘛要跑啊？除非你早就知道那张照片是你和王大彪的合影。看到那张照片我就知道了，这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，而且他已经布局很久，我撇不清我自己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脱开关系。我现在是个老百姓，我现在可以放手的去干。老人，你虽然辞职了，但依旧是我们的前辈。如果你升级成逃犯的话，你就回不去了。我办离职为什么？我就是为了能放下所有的挂碍。我知道你现在还怀疑我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我跟马文文的绑架案有关系，我为什么通知你来这儿？刚才就在那边，有人朝我打黑枪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把你约过来，我是要干掉你？韩正飞，我告诉你，我任中华自从穿上这身警服，就从没干过对不起这身警服的事儿。好，你不是要对我开枪啊？来吧，你开枪啊！啊，老任，我问你，作为警察，当你看到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死在你面前，而你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，你心里边憋屈吧？你能体会这种感觉吗？任中华，有种别跑！韩振飞，老人他人呢？你来真及时啊！说对。爸，我刚才说的你到底听到没有啊？那个任中华跟那帮绑匪是一伙的。顾小刀从姚老三那里讹到了100万，被警察从他的家里给搜出来了，怪不得文文到现在都没下落。
你让贼去捉贼，能抓住都奇了怪了。不是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咱不能让任中华就这么给咱耍了吧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遇事要沉住气，你没记性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让我沉住气？都欺负到咱家头顶上来了。爸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把那老家伙给抓回来，我剥了他的皮。你给我好好待着，这事我自有安排，你不用管了，听见了没有？文文到现在都没下落，您就一点都不着急吗？我一定会把文文安全的带回来。我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有时间多学学公司经营上的事儿，其他的你不用插手。去吧。张工那边怎么样？还没联系上，他一进山，信号又不好，10天半个月联系不上也很正常。那就派人进山找找。眼下的事儿是一出接着一出，我总感觉不对劲儿。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姚家也发现了东山有新矿脉？不管怎么说，眼下最棘手的就是姚家，该做个决断了。哎，今天晚上都得给我和好啊！哎，这不是马家那傻狗吗？啊，他怎么在这儿了？这不是姚家二傻吗？说谁呢？你想死啊？就你呀！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来，往这儿找啊！来啊！还有这要求呢？我去！三哥，松手！三哥，你松手！你听我说，三哥，你出来玩图开心，你拿这个多伤和气啊，是吧？你给我，哎，对吧？他强烈要求我同台，还强烈要求当你爹呢。哎，三哥，你看你跟一个小孩较什么劲儿？他一看你喝多了，他要这个让你动手的话，马老爷子你们也不好交代了。再说了，大家都在阳泉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以和为贵，啊！三哥，消消气儿，今天所有的交费我买单，好吧？给三哥赔个不是，不好意思。你当叫我什么？三哥，今天给你面子。哎，小美，三哥，哎，快来，带三哥去最大包间啊！三哥，哎，大家接着喝啊！不好意思，接着喝，没事了，没事。不是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人家笑笑开个店，你成天往里钻个什么劲呢？我贱，为了给你擦屁股吗？你还知道你贱呢？今天所有的酒都由我买单，大家多喝一点啊！好，谢谢大姐。
这每个月的收入啊，20%都拿来给你擦屁股，你可真行啊！行，就是嫌弃我呗。这人呢，一旦看不顺眼，干什么都是错；看顺眼了，放屁都是香。江浩不就是吗？就算有老婆，那也是香的。哎呀，这个香不香不知道，反正说话比你文明多了。要不要是文明的话，是不是也能天天往你这钻呢？哎呦，别像小孩一样了，行吗？哎呀，我去忙去了。快点，少喝点啊。小姐，老大，你说话了，这楼上报销。走。我不主动找你，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，这就不怪我了。嗨，马少，您看您说的什么话？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别跟我废话，说，你那不负责任的爹在哪？我跟你讲啊，我长这么大，最烦别人说我爸。我就说了，怎么着？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的，还不知道你爹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他现在就是个逃犯。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找死！给我打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人在哪儿？爸爸真不知道。你怎样？找死的是吧？这就是前次给你提过的姚家新开的经理刘三儿，没事吧？牛三儿，你就是牛三儿啊！姚老三刚没告诉你在阳泉的规矩啊，在我没反悔之前，赶紧滚！我可以走啊，人我要带走。人你带不走，怎么着？这是你的人呐？就这东西？我还以为姚老大找了个什么，就你这货，原来是个眼神不济的。那比你这个只会啃老的败家子儿强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耳朵不好。我你敢跟我动手？都闹着干什么？散了！别动！动一下试试。你护着。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，敢在这儿撒野，滚！
走。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把兄弟们都叫来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姚老三今天在我的地盘摆了我2道，我的地盘，今天我非弄死他！啊，挺好的，我赞成。反正你得罪了姚家，我这儿也别干了，你养我呗。哎。 你没事吧？进来。进来。把他给我装进来。傻子，几天不见，整回来了是不是？
我让你给我们当马骑是看得起你，别不识好歹。我妈妈说了，你们是在欺负我，不让我给你们当马骑了。你就是个没办法的野种，野种！小野种，小野种，小野种，小野种！没事吧？我不理你们，我妈妈，我有爸爸。谁敢找你回去啊？你刚才说的什么呀？我要他野种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要再敢胡说八道的话，就跟那刚子一样，我一脚一个。记住了吗？滚！爸爸，你真厉害呀，比奥特曼还厉害。别叫我爸爸。还有啊，你要想跟你这傻儿子活命的话，就没见过我。你别走！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呀？走了。我知道顾小刀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快说！衣服脱了，坐下。这男人的劣根性啊，这么强，不给点好处，翻脸就不认人，真是无情啊！谭经理，古小刀非常危险，马文文现在在他手上，我知道你关心马文文的安危，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，而且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那公民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。就算我要履行义务，为什么非要找你啊？这样吧，陪我喝一杯。我现在在工作，不能喝酒，这是原则。小姐，我看见他了。拿着。谢谢小姐。我跟了他一路，他一直在打听去李家镇的黑车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也不陪我喝酒，总应该请我喝酒吧？你还欠了我一顿饭。我请。
2张卡，分开来刷。我改变主意了。你还是请我吃饭吧。这个消息1个小时之前买的。附送你一个消息，除了你，还有别人拿到这个消息。任中华。嗯。谢了。消息已经跟他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那家人太黑了，给自己上个保险。文丽，这些话我没法在队里说，只能在这里说给你听。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去找老任，他在阳泉干了几十年，为了阳泉，他付出了一切。我不相信他会为了钱背叛自己的信仰。难道说这里面还有隐情？身处于黑暗周旋，当野兽跟着猎物游走在山河边缘，当你扛着烈风寻找地平线，把背影拉得又瘦又长，跑在身后面，当熊熊火焰终于融化真相的冰雪，当历历往事斑驳褪色飘散如云烟，当你展开笑颜又回到从前，回到我们被一腔热血包裹的瞬间，当理想在飘扬，信念势不可挡，在凛冽的蛮荒，万物都有了重生的力量。英雄的乐章，当阳光钻进裂缝，身处于黑暗周旋，当野兽跟着猎物游走在山河边缘，当你扛着烈风寻找地平线，把背影拉得又瘦又长，跑在身后面。